朋友們，大家好。前2天我在微信公众號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我說做自媒體這幾年來，因為我認為我是如實反映西方以及德國的情況，所以呢，經常有一些網友在我的頻道下面留言說，既然德國那麼不好，既然西方那麼不好，為什麼你不滾回你的中國去呢？就這個現象呢，我分析了一下，我說過去30-40年，不可否認，中國在幾乎各方面突飛猛進，這是有目共睹的，對吧？你回憶一下20年前、30年前，比如說與我年紀差不多的40年前，到底中國怎麼樣，而現在又怎麼樣？難道中國的進步你能否認嗎？同時我又說了過去30年，至少我在德國的過去30年，我觀察到的德國30年幾乎沒有變化，原地踏步，或者有的地方甚至呢是退步的。剛好這篇文章，我的一個學長10幾歲的時候，我們一個學校的，他比我高1年級，他看到了，在我的微信動態轉載了，在裡面呢他留言了，他好像特別的吐槽一樣，認為中國有多麼多麼差。然後他舉個例子，他說，你看我們村五保戶1個月只有600塊錢，無兒無女，無依無靠，然後呢看病也看不起，怎麼樣。然後我就对他說，有半開玩笑的意思，我說你知道嗎，在德國很多退休老人，他的退休金就1000歐元，可能他的生活水平還不如我們国內那個五保戶的600塊錢。他听到之後就有點惱火的意思了他說我怎麼樣戴有色眼鏡看中國一切都是好的，然後說我不了解中国。其實我哪不了解中國呢？每年现在我幾乎有一半時間都在國內，對吧？我也是農村的，我也是最底層的，而且是我們廣西是全國經濟水平中等偏下的一個省份，又是農村的，所以我完全理解我們那裡底層是怎麼樣生活的。農民相對來說肯定要比很多城鎮的居民，他們的生活水平肯定要低，這點毋庸置疑。另外我插一句看咱們頻道的朋友們也知道我從來沒有否定德國整體的生活水平絕對要比中國高，因為德國人均 GDP 是中國4倍，然後呢，德國趕上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又加上德國是一個殖民國家，原來從殖民地那裡掠夺了很多財富，也就是說它有第一桶金，所以呢，它總體的發展水平絕對要比中國高，這一點我沒有否認對吧？因為人家德國是發達國家，而且是最發達國家之一，而中国呢是發展中國家。而且我還舉了例子在那篇微信公眾號文章說，90年代的時候，也就是30多年前，中國人的人均 GDP 以及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很多非洲國家要低，是世界倒数第幾位的。但是現在呢，毫不誇張的說，中國人的整體，我是說整體生活水平已經達到全世界的15%那個 top 15了。這點可能很多人聽得有點誇張，但是從我到全世界，我去過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觀察，我覺得中國人整體的生活水平絕對可以達到全世界 top 15。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它有全產業鏈，對吧？中國是全世界它的工業最完整的一個國家，工業體系全部都有。就說你西方想制裁中國無所謂，因為中國什麼都能夠生產，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現在連能源也可以得到保證，因為現在有很多那个所謂的新能源，或者說可再生能源，所以能源這安全方面，中國也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回到與我這個學長他的對話，在那個微信上面的對話我覺得對我已經很反感了，因為我是在相當於誇中國一樣，然後呢，他特別不同意，他就又扯到了這個五保戶，他說就是600塊錢。他說我就不相信，然後他舉例，他說我媽，我估計可能是農村戶口，他說1個月只有180塊錢，他說如果沒有我們作為子女的扶持瞻仰，他絕對活不下去，所以呢，我媽現在只能跟我們住了。作為我們中國人講的是孝道，對吧？而且中國總體的發展水平現在真的總體不及西方，也沒有那麼完整的所謂的福利系統，特別是農村的老人肯定是要依靠自己的子女，這一點就有中國的現實，我們不能否認，對吧？
但是如果是從這一點就埋怨政府，而且又好像有點埋怨自己的老媽拖累了他一樣，我覺得這點就很不對。當然，我可能是誤解了我這個學長啊，他只是以180塊錢做個例子。他說與德國，他還專門呢把1000歐元換成了人民幣，他說相當於8237塊錢，和你那個五保戶600塊錢。他說他絕對不相信德國這8000多塊錢老人的生活還沒有中國這個五保戶600塊錢那個老人生活那麼好。然後我就說，因為你沒有在西方生活過，所以我很難給你解釋。算了，我就不給你解釋了，就不用解釋了。而且我覺得我們的理念，因为你没有出过国，所以你无法理解外国它的物价到底是怎麼樣的。他可能認為，德國的8000多塊錢用都用不完。他認為呢，在桂林，比如說是5塊錢吃一碗米粉，在德國可能也是5塊錢，或者最多就是10塊錢、20塊錢了吧，到天了吧，對吧？不可能100多塊錢一碗米粉，但是在德國就是要100多塊錢一碗米粉，所以他不知道德國的價格水平，以為中國是怎麼物價水平，可能在德國稍微高一點點，然後還剩下可能幾千塊錢呢。我認為他可能這樣想的，所以我就覺得根本就沒有必要解釋給他聽了。然後呢，很奇怪的是，我和我那個學長有一個共同的在微信上的網友吧，也是我們老家的，他是個外嫁，嫁到歐洲某國去，一個發達國家，好像收入呢比德國稍微更高一點。他說我完全100%同意我這個學長的意見，認為呢我是戴有色眼鏡看我們中國，然後呢把德國貶得不怎麼樣。他還舉例說，就這個外嫁，他說我們村啊有好幾個老人有病了，沒錢治，又怕拖累自己的家人，所以都喝農藥死了，特別臭。我爸還去幫那個撿棺材怎麼樣，反正就那麼說。然後呢我就沒說什麼，我也沒有做出回應。我心裡想啊，我每年都回國去，特別現在我每年剛才說了有小半年在國內，如果我們村或者我們鄰村有這樣的老人，我家的人親戚朋友早就告訴我了。至少是過去幾十年，在我們村啊或者是鄰村，我從來沒有聽過哪個老人因為他病了，怕拖累自己的家人，然後喝農藥自殺的，我沒有聽過。我只聽過啊，就是夫妻倆吵架，然後呢有女的喝農藥，因為呢氣不過，這種有。但是說農村老人病重沒有錢治病，然後呢喝農藥死的，我真的沒有見過。況且了啊，現在我們農村有那個新農合農村戶口那種醫療保險，一年好像現在是420塊錢，就這420塊錢，很多農民就覺得很貴，因為他們覺得比如說一家人，比如說有5口人，那就是要2000多塊錢，所以農民們因為他沒有這個意識，你們知道嗎？在農村，我們的農村人啊，特別是男的，幾乎都是抽煙的。他一個月抽幾百塊錢的煙，就是花在煙上面要幾百塊錢，他能夠支出這筆錢。但是輪到這個醫療保險，一年400塊錢，他就不捨得，就覺得太貴了。如果他沒有得病，就覺得白交了這400塊錢。所以這就是意識的問題。如果是稍微會打算一點、勤快一點啊，我認為即使得了病，也是沒有特別大的問題的。我只是說沒有特別大的問題。如果真的遇到這種大病啊，我們老家據我所知也不完全正確啊，是有可以申請大病補貼。我們現在再回到我半開玩笑我說啊，這中國五保戶一個月600塊錢，可能他的生活可能要比德國1000歐元的退休老人還要更好一些，沒有那麼多憂慮。剛才前面我的學長他說他們村的那個五保戶無田無地，我這個不相信的。因為呢，在中國農村，只要你是農村戶口的人，絕對有田有地，不可能沒有。五保戶也有自己田地，有田有地可以自己種，然後呢可以自己養雞養鴨。大概2年前我做過這樣一個視頻，我去離我們村大概20多公里的一個山村去玩。那個山村是個傳統的村落，就是有
比較多的那種傳統的古建築，我覺得特別美。然後那天呢，剛好我在山村那個水池旁邊看見一個老人，他在洗菜。這山村呢，那個水呢是山泉水，用那個竹筒啊，把它從山上引到這村子裡面，那水特別好。那個老人在洗菜，我就跟他老人打招呼，才知道他是個五保戶。然後我就詢問了他，出於好奇嘛，因為原來我從來沒有跟一個五保戶面對面交談過，所以我特別好奇，我就問了他一些問題。我說：“像你這樣的一個月有政府補助嗎？”他說有。然後我就說：“你一個月大概有多少錢呢？”他說有500多塊。我就想啊，500多塊在這樣一個小山村，一般農村肯定有自己房子，對不對？那就沒有房租了，對吧？有田有地啊，還可以養雞。然後我就說：“你這500多塊錢應該可以生活下去了吧？”他說是沒有問題的，就是平時呢要買點豬肉啊，還有其他東西，抽點煙可能要花一點錢。然後呢，其他沒有很大的開支。像他這種人，五保戶在我們那個地方啊，我不知道全國，在我們那個地方，鄰居或者是親戚朋友啊，生日啊或者滿月這樣久啊，有份子錢的話，像這種五保戶一般是不用打紅包的。辦酒席的人不好意思收你的紅包，因為知道你沒有錢，對吧？一般來說啊，就是空着手就可以去那家去吃飯了，去吃酒席了。然後我就問他，我說我去你家裡看看可不可以？他說当然可以了。然後呢，我就跟着他去了。那個房子有一部分呢是新蓋的那個瓦，我就問他，這是你蓋的嗎？他說不是呢，他說是政府幫我把它翻修的。他的客廳看上去呢比較簡陋，但即使這樣呢，能夠遮風擋雨，還有電，還有簡單的電器。這就是一個我們那裡五保戶，真的算一個比較貧困的人。但是呢，也不是呢衣不裹腹那種人，絕對能夠吃飽。然後他告訴我，他說逢年過節還有政府的人呢給我送米送油，所以我平時呢幾乎不用買油了。這是他親口跟我說的。然後他跟我說，他說現在政府的政策還是不錯的。當然，也許呢他是有禮貌的這樣跟我說，因為我是陌生人嘛，他不好跟我說他心裡話，也許這樣啊。但總體來說，我發現呢，他這個人的生活總體啊還是不錯。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但是至少啊不會挨餓。然後呢，有遮風擋雨的自己的房子，還有電。然後我還問了他，也是出於好奇，我說像你這樣，我是聽說啊，五保戶現在看病是不用錢的，對不對？他說對，他說1分錢不用我花。我說像你這樣，要比其他有兒有女的老人更好呢。他呵呵的笑。這就是我親歷過的，在我們老家的一個五保戶。然後呢，我回到我的發小，他說五保戶啊，看病都看不起，怎麼樣，還說沒有田沒有地，連吃那個青菜都要花錢去買。所以呢，我就覺得可能我的這個發小他沒有完全講真話。當然他是另外一個縣了，我不知道啊。但是據我所知啊，在農村，凡是你有農村戶口的，絕對是有田有地，而且是平均的啊。平均每一個戶口，它是比如說一個人1畝就是1畝，那你就可以去那個地方去種菜。到不了地裡，但是你無前無後啊，在我們廣西，一年四季都可以種菜。你用幾個瓦罐都可以裝一些泥，可以種菜呀，你不用去那個地裡啊。這是我們廣西的自然條件，雨水也充足。我認為啊，只要你不懶，這個吃菜呀，還有生活應該是不成問題的，至少不會挨餓。至於我們其他的農村60歲老人，比如說一個月只有100多塊錢，確實我們廣西目前只有這樣實際情況。當然肯定沒有西方這所謂發達國家他們老人那麼好過，這我完全沒有否定過，對不對？而且我們農村的傳統就是我們老了就靠子女，目前中國的現實就是這樣。我真的希望，我前2天我還轉載了一篇文章，中國以後這老人啊，農村和城鎮會統一起來，可能以後呢，農村老人養老金會漸漸的往上提高。我真的希望啊，那我就特別感謝中國政府了，因為過去啊，特別是60歲到80多歲那農村的老人，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那就是交公糧。這個呢，我就不重複了，因為說來說去這個話題太長了。國家現在慢慢的補償一下農民，這些老人
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我們回到這個德國1000歐元，我的發小說8000多塊錢，他認為在德國已經很多了，肯定是衣食無憂了。那我分析一下，在德國1000歐元，這退休老人他們的生活到底有多拮据？完全沒有誇張。特別是在德國的朋友們，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是不是我特別誇大了德國老人的那種不堪？如果德國老人只有1000歐左右的那個退休金，那麼有2種情況：這個老人在他年輕的時候，可能他的收入不高，因為德國的退休金啊，它是按照你工作的時候你的收入按比例來交的，也就是說，工作的時候你交得多，那你到退休的时候你領就領得更多。那如果你只有1000歐元，就表明你当时你的收入肯定很低。第一個情況，那表明你可能年輕的時候連存首付的錢都沒有，也就是說你從年輕到現在一直可能都是租房族，就表明你沒有自己的房產，或者年輕的時候你不会打算，没有打算，或者就沒有那個意識，沒有想到要買房子。我無數次說過啊，在德國55%、56%左右的，特別是城市的德國人，大部分估計70%左右都是租房族。也許他從出生的時候起就跟着父母一起在租房，然後呢，他的父母也沒有慣需要買房這個概念，所以他年輕的時候就沒有買房。那麼一直他到現在退休的時候，一直還是租房。德國人最大的開支那就是房租。好，1000歐元要交房租。我們只以德國中等城市這個房租的水平來算，而且是長期以來的合同，不是現在新簽的。比如說，可能是30年前簽的那個租房合同，估計呢，在德國目前一個老人現在這樣住的，一般是1房1廳，也就是說一個臥室加一個客廳加一個廚房一個衛生間，這樣是標配啊。那麼一個月的房租，我認為起碼要500。加上150左右的那個房的附加費，比如說什麼水電呀、暖氣費等等，也就是他一個月的房租，現在的在德國中等啊這個城市的房租大概是650塊錢，他的退休金只有1000塊，然後這1000要自己拿錢出來買醫療保險，所以跟我那個發小認為的醫療免費完全沾不上邊，要自己拿錢出來，大概要拿差不多90歐元左右，醫療保險加上650歐元房租，那就是740歐元了。現在只剩下260歐元。吃飯每個月現在在德國比較節省的老人，我認為啊，一個人要200歐元左右，而且不能下一次館子哦，只能天天到那個超市去買比較便宜的東西，然後自己在家做飯。每個月200歐元，這是比較基本的。然後只剩下60歐元了，老人就不上網了，那你要有個電話吧，最節省的那就要15到20歐元左右，就算20歐元吧，那你現在只剩下40歐元了。你們知道嗎？在德國雖然說醫療免費啊，但是你老了有病的話啊，平時有病的話你去看醫生，醫生給你開藥，在德國有個處方費，在德國的人肯定知道，每拿一樣藥處方費呢，最少是5歐元，最多是10歐元。按照那個藥品的價值，我估計啊，如果你每個月去看幾次醫生，拿5次藥吧，那麼平均來說，就算你花30歐元處方費，那朋友們啊，這個老人最後呢只剩下10歐元了，還不能有其他任何的開支。朋友們，這就是德國，如果是他只有1000歐元退休金的窘境，也就是說，他可能每個月入不敷出啊，所以我也給大家拍攝過。我在德國科隆，算德國第4大城市，也算準一線吧，德國準一線。每次我出門，因為我是住在市中心最核心的地段，所以我一出去啊，就每次看見我出去半小時，一般能夠看見5個左右，不管是老人還是有中年人、年輕人也有，都去那個德國城市那種垃圾箱裡面去翻找帶押金的瓶子，每個瓶子少的是8分錢，多的是2毛5。這些人不會是行為藝術者吧？他們呢是被生活所迫，很多呢是退休老人，
就是因為我前面說到的那些德國退休老人，他的退休金很低，根本入不敷出，怎麼辦？只能去想辦法，他老了做不动了，也沒有人要他了，那只能去垃圾箱去翻帶押金的瓶子。假如他運氣好的話，每天20個，2毛5一個，那就是5歐元。他每天去賺5歐元，那一個月就是150歐元，對他來說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了。這就是德國這些老年貧困面臨的問題，而且德國的媒體也承認，每年都在報道德國老年貧困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所以呢，呼籲政府給他們補貼。這就是德國低退休金老人的慘狀，這些人真的是入不敷出，而且這幾年德國的那個物價飛漲，很多東西漲價漲得特別厲害。大家一定還記得，大概是3年前吧，俄烏危機開始的那年的冬天，德國政府不是特別的那個起勁去制裁俄羅斯的能源嗎？對吧？不要俄羅斯天然氣，不要俄羅斯石油，寧可花幾倍的價錢買美國那種液化天然氣，对不對？然後呢，德國的政客，特別是綠黨的，他們是怎麼號召德國人的？大家可能還有印象，那就是德國有的綠黨政客說不用每天都洗澡，即使洗澡就洗3個地方就可以了。有德國那些特別意識形態掛帥的人，他說我們就是要支持政府制裁俄羅斯能源，我寧可冬天的時候不開暖氣，現在家裡面我穿5件夾克就可以過冬了。這就是當時德國人說話就是說在德國到了冬天，很多人連暖氣都不敢往上開一點點，或者根本就不開，因為德國暖氣費太貴了。你看，像這些只有1000歐元的德國老人，可能他們冬天真的挨凍呢。這就是德國目前有的老人的慘狀你沒有看見，不表明德國不存在。另外，我發現我們再說到那個外嫁，在德國或者在西方，外嫁呢有2種這種傾向第一個呢，就是她是從中國嫁過去的，又沒有在那邊學習的經歷，又沒有在那邊工作的經歷，她嫁過去之後不久呢就懷孕之後呢就在家裡做家庭婦女了，然後呢她就自動，至少在德國這樣是跟着她的丈夫可以免費參加醫療保險，他們的孩子也是免費跟着那個丈夫跟着那個父親參加醫療保險。所以呢，对這個外嫁來說，德國這方面確實是醫療免費，對他孩子來說也是醫療免費，而且德國是福利國家，對吧？他的福利肯定要比中國好，這點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並不是說像這個所謂的福利是對每個人都有的。像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訴大家，我在德國31年幾乎沒有享受過德國所謂的福利。在德國人肯定也知道，在德國1級稅卡的人是最悲催的。為什麼呢？1級稅卡它的稅率是最高的，對不對？只有交稅的份，而沒有享受福利的份。每個月至少你要花幾百歐元來交你的醫療保險，然後你的雇主又幫你交同等數目的那個醫療保險費，也就是說你自己交了比如說3000塊人民幣那個醫療保險，然後你雇主又幫你交3000塊，也就是你個人的醫療保險每個月就是6000人民幣。你說你是享受到這個德國的福利了嗎？還有如果你不失業，你每個月都要交失業金。失業了，當然你可以領，比如說你是單身漢，1級稅卡的可以領60%你的稅後那個工資，這點也是不錯的。最長只能領2年。最短的大概是6個月，看你交那個失業保險的時間長短，就是6個月到2年。就是說，像我這樣拿1級稅卡的人，在德國我是沒有享受到德國所謂的福利。就是那些家庭婦女那些外嫁從來沒有在德國工作過的那些人，他確實享受到德國福利了。所以呢，這些人回國的時候，或者在他的親戚朋友中間老是吹德國的福利，西方福利有多好，什麼這樣免費那樣免費。比如說在德國還有1個月每個小孩有250歐元那個兒童金，還有在學校的時候你上學從幼兒園到那個大學幾乎都是免費的。在德國幼兒園也收費，但是也有免費。免費是哪些人呢？如果那個外嫁說我這個孩子在德國上幼兒園免費，那可以100%肯定
他家的收入是超低的，很窮，所以呢，他的孩子不用在幼兒園交費，否則也是按你的收入要交費的，在德國的幼兒園，可能一個月要200多、300多、400多歐元左右。反正呢，在德國幼兒園不是免費的，如果是免費，那個人就是低收入家庭。難道這就是他所吹的那個所謂的福利嗎？如果你吹了，就表明你這個人在德國就是窮人。所以呢，有什麼可吹的呢？對吧？然後這些人呢，在他們親戚朋友中間利用這個信息差，所以把這所謂的德國這種福利國家吹得天花亂墜。我再強調一次啊，德國是發達國家，肯定它各方面平均來說要比中國要好，這點毋庸置疑。但是德國也沒有我們想象那麼完美啊。就是剛才說的這個德國退休老人，他1000歐元退休金，我剛才給大家說了，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窮境？就是德國這種老人現在越來越多，比例越來越高，老年貧困是德國一個很大的問題。然後呢，還有一些外教在德國，他因為看清了有對比啊，所以就一點都不再崇拜怎麼樣了，也就是去魅了。這些人相对來說就更加客觀一些。在我的朋友圈，我就認識2個，一個已經離婚了，另外一個呢是丁克，他也是住在我們州，他也是對德國特別不滿，因為他也看清了德國這種狀況怎麼樣。然後呢，另外那個離婚了，他就又返回中國去了，跟自己的前夫可能很多理念不一樣，然後呢又覺得德國並不如他想象那麼好，然後呢氣候也不好，怎麼樣，所以最後呢還是離開了德國。像這種呢，他就相對來說比較客觀一些，而像那些所謂的把自己的娘家說的那麼不堪，說娘家有幾個老人因為呢有病了，不想拖累自己家庭，所以呢服農藥自殺了，像這種我真的沒有聽說過啊，是不是有點誇張了？我不知道，也許他所在那個縣就那麼的嚴重。好的，朋友們，本期呢我就想說啊，半開玩笑的跟我的那個發小說，也許中國五保戶他每個月600塊錢，他的生活可能要比德國這個1000歐元退休金的更加衣食無憂呢。我就把這種情況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消化一下啊。這就是我知道的德國和中國的情況。好的，你們有什麼想法呢？在下面留言。感謝大家，我們下期見。